大家应广大我们的网友要求，让我们重新出一版50问，新一版的50问。OK， 今天我们俩把这新50问来干。这些都是在那个泡泡群还有那个微博上面，就是大眼上面大家提问的一些问题，我们从中筛选了一下，把一些比较敏感期人心惶惶的东西，就是筛掉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每天都会亲吗？最久的一次亲了多久？每天都会，就是或多或少的亲。他的亲是此亲非彼亲，某人刚才刚吃了辣椒。此亲非彼亲，他的亲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会咬它，你直接咬了，这样子咬它，不能咬，我也吐了粉，就这样，我是这样子，我喜欢这样子亲，对。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不会亲，因为我们俩都互相嫌弃对方嘴巴是臭，但是刷完牙都会，对，就会想亲就亲，对。下一个问题，还有后面一个，最久的一次亲了多久？刚在一起的时候最久的2个多小时，3个小时，1个小时。有断断续续的是2个小时，对，断断续续的是2个半小时，对，就是一整天都在亲，亲的都快缺氧。下一个问题，多久吃一次饭？好低俗的问题，好无聊。不定时了，不定时，但是正常来说，其实真的所有现在情侣应该都是不定时的，没有任何人。你是猪吗？定期交配？我们之前是2到3天吃一次，然后现在的话，如果比较忙的话，就不会说2到3天，但是2到3天是差不多的频率。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就第3问了，就是吃饭的时候最久多长时间？刚在一起的时候，应该是刚在一起的时候吃的最久，有1-2个小时的也有，就是加上前后。还是说还有前戏？有前有后，不是前戏，是前面的前菜。前菜是前菜，对，它大概就是1-2个小时，2个小时。下一个问题，谁更喜欢 kiss？ 谁更喜欢做饭？谁更喜欢 kiss？ 谁更喜欢做饭？小沈可能更喜欢做饭一点，我可能更喜欢亲亲。对，他更喜欢亲，然后我更喜欢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做饭，因为我还要洗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太麻烦了。会不会太冰了？对，太就是像冬天的话，我觉得很冰，然后我就很不想这些时候。但他如果硬要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就只能那样。然后是我更喜欢亲他，没错。OK， 下一个问题，做完饭各自洗碗还是小沈全包？肯定是我自己洗自己的呀。哪个饭？人家说的是那个饭。那我们就解释2个，一个就是非常正经的做饭，就是非常正经的吃东西的做饭，对啊。然后就是我很少会洗，但是我之前说是帮你洗，但是我很少洗。然后做饭也是他做，洗碗也是他洗，就全包。对，以前是我还会给你分担的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，吃饭的时候最喜欢对方叫你什么？你先说吧。我想让他叫我 Daddy， 他不让。我还是更喜欢小沈叫我宝宝，然后我也叫你宝宝，我觉得宝宝是最亲切的称呼。有人说吃着吃着我会说叫老公，他会叫老公，他会说打我屁。下一个问题，你们俩吵架气哭过吗？经常。对。经常，只要是大吵，他有的时候也会被我欺负，然后但是大部分哭的是我。他大部分哭，因为他就是很喜欢他就爱哭。就今天其实你就有一点点哭了。今天我们在那边吵架的时候，你无理取闹。我没有无理取闹，我今天在那边吵架的时候，今天是因为什么吵架？因为那个这个会延伸到10来分钟，好吧？反正就是他在那边哭，他讲，然后就一声不吭，咔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做饭有前菜吗？做饭过程中小王有没有哭过？没有。前菜肯定是有的，每个人做饭都会有前菜，但是哭的好像没有。有，没有，绝对有。没有。痛哭的，没有。痛哭流涕，没有。有，绝对有。那是因为你根本就是没有注意到我眼泪流下来。我说很痛很痛啊！第一次的时候你是
只有第一次了。下一个问题，小沈最喜欢吻小丸哪个部位？身体部位。淘淘，我不喜欢他吻那个。来，下一个问题，吵架是怎么和好的？这个是分有两个，一个是2年前的你和2年后的你。2年后的你，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，你不会主动和我和好，而是我去找你，我去找你和好。现在的我比他傲娇，之前他比较傲娇。他现在是一个傲娇大门一。现在的我是比较傲娇的，但是按换之前的话，我会主动的去哄去那个啥求和。现在我比较有主见，之前没有主见。他这是现在太傲娇了，傲娇腹黑一。然后我现在下一个问题了，没有委屈，有什么好委屈？有些时候就是你有问题，然后你还不跟我和好，然后还傲娇鼓着嘴巴。下一个问题，小丸做什么行为可以刺激到小沈？做什么行为可以刺激到小沈？我想一下，他质疑我就会刺激到。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质疑我，然后那是我的底线。对，小沈他很讨厌就是别人命令他做一些事情和质疑。对，不要命令我，你可以就是说宝宝帮帮我，或者是宝宝你给我那个啥，但是不许说你马上给我什么什么。对，就是他很不喜欢这种口吻跟他讲话，任何人都不许。对，然后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对方让你最感动的事是什么？你先说。愿意接纳我，就是愿意接纳最开始的我，就是那个就是比较坏，比较以前那种比较顽固，而且比较就是好像就是不是很好的那个时候。那是之前，那现在呢？现在让我最感动的是，我觉得他挺傻的，其实他这个人准备惊喜每一次都会被我发现，像去年给我准备那个生日惊喜也被我发现，那我觉得也是感动的，当场也是感动，眼睛里也是有泪的，但是因为我全程都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，我还在准备给他就是铺垫，就是任何准备惊喜的时间，很难感动，但是我感动了。好吧，那是因为我付出了行动和心血在里面。那你呢？我的话，我是觉得就是有几次明明是我的错，然后我还很大声凶了你。说实话，真的，我很大声凶了你之后，你还是就是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又过来跟我和好。我觉得很少会有人这样子的，其实。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准备的惊喜啊，就百依百顺。比我讲的我有点委屈了。小沈在这段只有在这段感情中单一的角色吗？这是下一个问题。这什么？这是你自己选的。小沈只有在这段感情中单一的角色吗？也当过一次零啊，但是体验不是很好，某人不会，而且他觉得太累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不行？男人不能说不行的。他行，但是他嫌弃我。我没有嫌弃他，我哪有嫌弃你？因为我不会灌，不会灌。下一个问题。做饭的时候，小丸有不想做的饭吗？他每一顿饭都不想做。我很少会，现在我很少会很想做。他每一顿饭都不想做。对，我有些时候真的很不喜欢。下一个问题，假如时间能倒流，你们希望早点遇见对方吗？你希望？我是希望的，我是希望更早的遇见你，然后我们更早的开始生活。那我是不希望的。你不希望？我真的不希望，因为早期的我是属于那种玩世不恭，然后爱玩花心，而且很难真心对一个人托付真心，不会珍惜人。所以正好就是你在我懂得珍惜一个人、爱一个人，就是心疼一个人、关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去见。然后你那个时候也接纳了那个时候就有不少前科的我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面我说让我感动的点，然后也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不想早点遇见，因为我希望就是现在遇见你也挺好的，因为我没有说过。下一个问题。接吻的时候谁爱伸舌头？我爱他，因为我的舌头比较灵活。他很喜欢就是直接亲过来的时候就开始伸舌头，然后他一下就伸舌头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小沈看到小丸睡觉的时候想做一些什么事情？
看到他睡觉的时候想做一些什么事情，这个时候终于可以忙自己的事情，我可以疯狂地打游戏、点外卖、吃东西，然后把他就是不叫醒他，哪怕时间过了，我也不想把他叫醒，因为我可以就是自由自在，没有人管我了。真的，可是我平常也很少。然后给他叫一杯奶茶，叫一个吃的，他显然可以吃到东西。好几次他午睡，他很少午睡，他一年能午睡一个手指头，不是一只手都不到的次数，所以他能午睡，那就是难得的时候，难得我放松的时候。没有，可是你把我抓去午睡，我就会去午睡啊。你不会？不会，不会，除非你拉着我，你要拉着我睡，你之前有。那个时候是你睡不着，那个时候是你前一晚能睡好。然后他竟然把我拉去午睡。对，下一个问题，异地时看到或听到什么事物会想到对方的影子？一起去过的地方，或者是一起吃过的东西，或者是一起喝过的店，或者是一起路过的街，这种东西。是的，就比如说像之前那个我给他量，就骗他去量那个手上戒指的那个尺寸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把你骗过去量。然后那个地方，我每次经过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这件事情。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：“宝宝，我们去就是量一下嘛，逛一下，然后去试一下。”我说：“你想买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就试一下。”我都不知道我现在的尺寸了。他先把自己的手量了一下。对，我先量了。你给他量一下吧。对，我先量了一下，然后我说：“哦，那你是多少？”然后你就说你不知道。然后我说：“那你也帮他量一下吧，一起量一下看一下。”然后我那时候就都记下来。这个是你谈恋爱迄今为止最做的惊喜最藏得最深的一次，从那之后每一次惊喜都会被我发现。然后我20的时候就买了一个戒指跟他一起戴，然后你后来那个戒指丢了，然后我们重新做了一个戒指，那个戒指后面做手工的时候丢掉，也是跟他一起做，对他做。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对方敏感的部位，你先说。对方最敏感的部位，来，你选一下吧，反正你自己也是，你选一下。这个要我说出来，你说，你也是，这个得逼掉，这个得逼掉。我的嘴型可以出现。那小沈的话我就猜一下啊。你好像身体是那种金刚不坏，唯独是后面部分。我想，我找不小心的问题就会飞起来，是不是？那不是后面，就是那个，因为你很少，所以我知道那个地方绝对是你敏感的，因为我好几次那个。不是敏感，是你平常任何人，你正常走过去。那好吧，那我再说一个。他说的是平常日常。那我再说一个，你平常会对人蛋子。下一个问题，和对方在一起感到最幸福的时候，你先说。吃好吃的时候。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去好玩的地方啊。不是。那我是觉得，我不是，我最幸福的地方就是我走到每一个地方，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人陪着我，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就是一睁眼就会看到这个人在我的旁边。那我也改一下，那我就是和他一起去吃好吃的东西，好玩。他真的很那个。那这个事情就过。下一个问题，对你们来说，怎样才算是完美的一天？睡到饱，吃到饱，然后没有工作，宝贝墩墩在我们旁边睡觉，然后就是吃东西，吃完东西就是一起玩游戏，一起玩游戏，逛一逛街，逛一逛街，买东西，买好玩的东西，对，喝杯奶茶，喝杯好喝的奶茶，然后买泡泡玛特，然后买好闻的香水，然后买好看的衣服，然后抓好看的头发，化好看的妆，被人夸好看，的，就是然后就这么简单。还有最后一个，就是有太阳的时候，就有太阳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心情还有个我特别再加一个，就是回来就是还有力气做爱。这我不会感觉很幸福，这我不会感觉很幸福。我想有没有一瞬间你们特别心疼对方？我觉得他每一次哭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心疼他，因为他眼睛会在那个就是他眼泪会在眼睛里面打转，然后想哭又不敢哭的样子。跟琼瑶学的，他很那个的。
很柔弱。那我心疼你的人，你心疼我是哪？我比较心疼我弟弟。没有，我心疼。你哭的时候我也很心疼，就是他每次他有一次是去看电影，然后哭得泪眼婆娑的，就是，我那次不觉得心疼，我那次觉得很好笑，很可爱。好笑啊！他哭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可爱，我不会觉得心疼，因为他很少哭。吵架的时候最让你受不了的话是什么？我先说，吵架的时候最让我受不了的话就是小沈每次说那就随你啊，就是你这么想的，你爱怎么想对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随便你，爱咋地就咋地，就是这个，让我非常非常的生气。我真的很讨厌，就是别人说这种话，这就是我最受不了的地方。我最受不了的话是，太多，想不起来。你说嘛，我很少会让你受不了吧？你每次吵架说的话都让我很受不了。那你说呀。因为他会咄咄逼人，就是什么呢？他很多时候明显就是没有理，但是他硬讲成理，但是你知道他没有理，但是你又被他讲的就好像他讲的有道理。那就是你有问题呀、但是我只是口才不如你，但是没有口才不如我，他很会诡辩。我没有诡辩，我就是讲的事实不犯，你可能就是被我讲到了真实的。然后自己就接受不了。那这个时候正好就引用下一个问题：生气的时候，希望对方怎么样哄自己？希望对方怎么哄我？你说吧，毕竟你对我那么多意见。我希望他先跟我来道歉，宝宝不要生气了，是我错了，而不是下一次就是说还生气呢还生气呢？哦哟，很可爱，好可爱呀、宝宝，像个哈巴龟。你现在很像哈巴龟，你知不知道？那你呢？你希望有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因为我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跟他说？我跟他说我还生气，我是带着一点挑逗的感觉，我就说还生气呢这是挑逗吗？这是挑衅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一些很平常的一些事情。其实今天我就是用这种语气跟你讲的，是不是？今天我跟他小吵了一架，然后我没有挑衅他，我只是觉得就是咄咄逼人。不是，我讲的有道理呀、宝宝。你觉得？然后我就跟你这样说，我觉得你讲的没道理。那好吧，那我就先不跟你说这个，那我就说，其实生气的时候，我是希望你先来主动找我，而不是说我每次都主动去找你。这不是一个，就是算了，你是2+1算了，好吧，我就去哄他吧，没关系啊。下一个问题 ，WiFi 连接时长最久的那个时长，此 WiFi 非彼 WiFi 啊！我等这个人，我不知道这个人是到底是谁出的问题，我真的是想一把。最长的，我跟你能问得出这么刻薄的问题，我也是无语了。我跟大家说一个 WiFi 连接最长的 WiFi 有一个虽长不长，但虽短也不短。就是有一次呢，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2-3个月啊，在他家里的时候没有睡午觉那一次。对，睡午觉的那一次，他说，然后我一现在就看着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就是睡午觉的时候他睡不着，他必须要连着 WiFi， 连着 WiFi 才能睡着，就是他必须要连着。我说好吧，那我连着吧，结果连着开始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说他必须要连，不然他睡不着。我一开始被他软磨硬泡，没办法，只能连着，然后连着，你爸爸在外面的。很刺激啊！但是继续是睡了一场午觉，然后后面硬是没睡成，他也没睡成午觉，